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亚洲这片人间宝藏。不管你是想感受现代都市的快节奏，还是追求热带沙滩的慢生活，亚洲都能满足你的所有想象。所以啊，记得订阅，赶快准备好你的护照，我们马上起飞。亚洲冒险之旅 ，Go！ 第10名，阿联酋 UAE。好嘞，榜单第10位，我们先飞去阿联酋。提到阿联酋，大家可能马上想到迪拜的高楼、奢华酒店，还有那些一不小心就把人豪晕的黄金市场。没错，这地方就是土豪的乐园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退休在阿联酋也是个相当香的选择。首先，这里365天阳光灿烂，蓝天白云，基本从不放假。想过什么度假式生活？在迪拜或者阿布扎比，一年4季都像住在5星级度假村。而且重点来了，阿联酋的收入是免税的，也就是说你赚多少是你的，政府1分不要。再加上这里没有遗产税，直接让传家宝传得更安心。安全性呢，更是阿联酋的招牌优势。这里的犯罪率超低，全球数1数2的安全国家。晚上散步完全不用担心拎着包被吓得像爆炸弹，可以安心的过你悠哉的小日子。最后提到阿联酋，怎么能不说豪气冲天的地标呢？比如那个7星级酒店帆船酒店，一看就是在炫耀。我们阿联酋不仅有钱，还会享受。所以如果你梦想过一种奢华、舒适还特别安全的退休生活，阿联酋绝对值得列入清单。当然钱包最好也得稍微鼓一点，毕竟这里的豪华套餐不是谁都能轻松点的哦。第9名，日本。接下来我们飞到一个充满矛盾又完美融合的地方——日本。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古典与未来的绝佳代言人。一边是古老的神社、禅意庭院，另一边是闪耀的霓虹灯、机器人餐厅，简直让人每天都在穿越时空。为什么退休生活要选日本呢？那是因为这里佛系的让你安心，科技得让你舒心。先说生活环境，春天赏樱花，秋天看红叶，哪怕就是坐在庭院里发呆，也感觉自己成了什么文学巨匠，脑子里全是诗句。医疗系统，别担心，日本的医疗服务可是世界级的，医生温柔到你都不好意思生病了，而且看病效率那叫一个高。医院不像迷宫，药房不像长队，真正是给退休人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不过生活在日本也不是没有挑战，比如日本的生活成本相对高一点，尤其是大城市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喜欢精致的小确幸，这里的钱花的绝对值。什么手工陶器、小众艺术品，还是一家人气米其林餐厅，都能让你感觉每一分都花在了生活的美好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追求文化的深度和生活的品质，同时又不想放弃现代化的便利，日本可以说是你退休名单上的优雅选项。每天看樱花、吃拉面、逛温泉，简直像在活一部宫崎骏的电影。第8名，新加坡。一个被称为亚洲小巨人的地方，新加坡。这国家小的能让你一天逛个遍，但人家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是退休人士的理想选项之一。新加坡就像一把瑞士军刀，啥都有，而且全是高品质的。从顶级医疗到高科技城市，从美食天堂到绿色城市，新加坡完全活成了一个现代生活教科书。首先，语言无障碍，这里英语通行无阻，中文也能派上用场，甚至还能学点马来语或者印度方言，生活瞬间多姿多彩。再说基础设施，那真是全球顶级，简直让你无可挑剔。交通方便到什么程度？地铁总是准点，公交车司机微笑服务，连出租车都让人想打2次。再加上这个国家治安好到离谱，晚上散步连路灯都显得多余。当然了，新加坡的生活成本确实有点辣手，尤其是房租，一套市中心的一居室1个月差不多要2000多美元。但别忘了，这个小国也很懂得用高质量来补偿你。医疗系统效率全球第2，看病快又准，医生还能聊个天。还有一个大好消息，新加坡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中心，不少退休人士喜欢在这里享受税收优惠。虽然它没有专门的退休签证，但只要你有点创业小心思，比如开个小公司，投个小项目，2年后就能申请永久居留权，妥妥地安家落户。哦，对了，这里的美食是个大亮点，
从街头小贩中心的海南鸡饭，到高档餐厅里的黑松露螃蟹，你的味蕾每天都在度假。更别提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，比如滨海湾花园，还有那个让你想游泳拍照两不误的金沙酒店无边泳池。所以说，新加坡就是一个贵但值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城市生活，又想要安全、便捷和国际化氛围，新加坡绝对是退休生活的黄金选项。虽然钱包可能会哭，但你的日子会笑。第7名，柬埔寨。来到一个充满历史底蕴和自然风光的地方，柬埔寨。如果新加坡是城市精英范儿，那柬埔寨就是佛系田园派，特别适合想要低成本、高自由度生活的退休人士。先说说花钱的事吧。柬埔寨的生活成本低到让人怀疑人生。1个月1500美元，你可以住得舒舒服服，吃得开开心心，甚至还能攒点钱出去旅游。这里的房租和日常开销便宜到什么程度呢？随便租个2居室的公寓，价格可能比你家乡的停车费还低。说到自然风光，柬埔寨可真是大手笔。这里有吴哥窟这样的世界遗产，让你每天都能跟古老文明眼神交流。想看风景，无论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，还是梦幻的湄公河风光，都能让你找到退休后的小确幸。当然，美食也不能错过。柬埔寨的料理是东南亚美食里的低调王者，像是鱼香咖喱、米粉汤，既有泰国的香，又有越南的清新，而且便宜到让你每天想点2份。但是呢，柬埔寨的医疗条件确实比不上新加坡或者日本。这里的大城市医疗资源还可以，但如果是小城市或者乡村地区，就得小心了。所以，如果你选择柬埔寨作为退休地，建议买一份国际医疗保险，或者偶尔飞去隔壁国家看个病。不过，外国人在柬埔寨买房会有一些限制，但租房子相当方便。你可以用很低的预算住进一栋带泳池的小别墅，然后每天躺在吊床上听鸟叫。这种日子是不是听着就让人心动？第6名，斯里兰卡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飞到一颗被称为印度洋的明珠的地方——斯里兰卡。这里是热爱历史、自然风光和惬意生活的人士的天堂，绝对能让你感受到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绿野的完美退休生活。首先，斯里兰卡的风景是真绝了。想象一下，你早晨醒来，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，推开窗户就是一片湛蓝的大海或者绿色的茶园。没错，这里不仅有阳光沙滩，还有满山遍野的茶叶田，空气清新到想直接打包带回家。喜欢野生动物的朋友还能在国家公园里看到大象、豹子，甚至蓝鲸。退休生活能这么刺激，也太赚了吧！再说生活成本，这里也是良心价，1个月1500美元就能过得相当滋润。租房、吃喝、交通、娱乐全包。重点是你还可以偶尔奢侈一下，比如吃一顿超豪华的海鲜大餐，或者去高档酒店住个周末，都不会觉得心疼。说到签证，斯里兰卡对退休人士很友好，你可以申请长期签证，只需要证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再缴一点保证金，就可以安心待在这里了。而且，斯里兰卡人非常热情友好，会让你感觉像是每天都在参加一场欢迎派对。总的来说，斯里兰卡是个既有文化韵味又有自然美景的地方，物价便宜，气候宜人，还能每天在热带天堂中醒来。如果你想要在退休生活里多一点诗意，少一点压力，斯里兰卡一定会是你的理想选择。第5名，印度尼西亚。提到印尼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巴厘岛。这个岛就是退休人士的乌托邦，阳光沙滩、郁郁葱葱的稻田，还有每天都可以吃到便宜又新鲜的椰子。这地方特别适合既想追求自然美景，又希望有便利设施和活跃社交生活的朋友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选择在海边瑜伽，下午去乌布 Ubud 的咖啡馆写日记，晚上再跟邻居一起烧烤，这不就是理想中的退休生活吗？印度尼西亚绝对是钱包的好朋友，1个月不到2000美元就能让你过上舒适又轻奢的生活。在巴厘岛租个泳池别墅，1个月可能只要几百美元。街边的 nasi goreng 炒饭和沙带又便宜又好吃，每顿饭不到3美元。想潜水，想冲浪，在印尼这些几乎都成了日常活动，不用担心费用太高。不过，如果你更喜欢大城市，那雅加达的生活也充满活力。
这里有现代化的商场和国际化餐厅，但生活成本依然远低于欧美国家。印尼的魅力不仅在于风景，更在于它丰富的文化体验。从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到巴厘岛的传统舞蹈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安静的庙宇里感受历史的厚重，转头又可以再到田中漫步，这种生活的多样性简直太治愈了。印尼的本地人以热情好客著称，无论你是长期定居还是短期居住，总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。而且印尼还有专门为退休人士设计的退休签证，年满55岁，每月只需证明有固定收入约1500美元，再加上简单的手续，就可以长期留在这里安享晚年。无论你是想在巴厘岛的日落沙滩上喝椰子水，还是在爪哇岛的古迹中寻找灵感，亦或是在雅加达的都市中心体验现代化生活，印度尼西亚都能满足你。这里低廉的生活成本、多样的自然风光和友好的文化氛围，让它成为退休生活的完美目的地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退休后到印尼开启你的人生第二春吧。第4名，菲律宾。菲律宾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生活成本超级划算。无论你是住在都市如马尼拉，还是选择风景如画的小岛如薄荷岛，每月只需不到1500美元，你就能过上宽松舒适的退休生活。市区里租个公寓，1个月大约300到600美元。如果去偏远的岛屿，价格还能更低。菲律宾的美食便宜又美味，经典的烤鸡和甜点 Hello Hello 让你吃到停不下来，每顿饭可能只需几美元。菲律宾是为数不多提供专门退休签证的国家之一，只需存入一定金额，根据签证类型从1万美元起，就可以享受多次入境特权以及税务优惠，而且只对本地收入征税，海外退休金完全不受影响，省钱又方便，谁不爱呢？去长滩岛 Boracay 体验世界级的白沙滩，或者在巴拉望岛 Palawan 浮潜，探索迷人的海底世界。首都马尼拉或宿务 Cebu 有现代化的商场、餐厅和娱乐设施，既方便又热闹，还能感受当地的生活节奏。喜欢文化的朋友也可以在维甘古城 Vegan 漫步，这里充满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古老建筑，仿佛穿越时光。菲律宾的医疗系统非常适合退休人士，一些大城市如马尼拉和宿务拥有国际化医院，医疗服务质量高且价格实惠，一次看诊可能只需20到50美元，甚至复杂的手术费用也远低于欧美国家。而且菲律宾医生普遍会讲流利的英语，沟通毫无障碍。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是英语，这使得许多外国人生活毫无压力。此外，菲律宾人热情友好，极具包容性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。当地的节庆和活动也非常丰富，像圣婴节和面具节都充满欢乐，让退休生活多姿多彩。所以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行李，把菲律宾加入你的退休清单吧。第3名，越南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一片充满咖啡香气、摩托车轰鸣和美食飘香的土地——越南。这个东南亚的隐藏宝藏，近年来可是爆火的退休目的地。生活成本低到让你怀疑人生，文化丰富到让你目不暇接，简直是小资生活的标杆。先来说说越南的生活开销，真的非常友好，每个月800到1200美元就能过上舒适的小日子，完全不用绷着钱包过日子。在河内或胡志明市这样的城市中心，一个一居室公寓租金大概300到500美元。如果你偏爱宁静的乡村或小城，价格还能更低。越南的街边美食既便宜又美味，一碗热腾腾的牛肉粉才2美元，配上一杯滴漏咖啡，完美的一餐搞定。摩托车是越南的交通之王，买一辆代步不到1000美元，油费便宜的像送的一样，代步超级划算。越南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，无论你喜欢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幽静的小镇，这里都有。河内是个历史迷的天堂，迷人的老城区，湖边漫步和法式建筑，这里充满了古韵与现代的碰撞。胡志明市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活力四射的南方城市，夜生活丰富多彩，还有无数高档餐厅和时尚咖啡馆。还有岘港，这里有美丽的海滩，宁静的氛围，是想要慢节奏生活的理想选择。惠安，浪漫又迷人的小镇，古老的灯笼街，蜿蜒的河道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。越南人爱咖啡到极致，
街头巷尾到处是咖啡馆，想体验地道的越南生活，坐在路边喝杯咖啡，看人来人往，那叫一个惬意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，无论是越南新年的盛大庆典，还是年轻人追赶潮流的夜店生活，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节奏。越南的医疗条件逐年提升，尤其在大城市，很多医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一次普通看诊大概20到30美元，配上低价的药品，退休生活的健康保障完全没问题。如果需要更高端的医疗服务，胡志明市和河内还有国际化医院为你保驾护航，一个让你越住越难离的地方。越南是那种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，物价感人，风景醉人，美食迷人。这里有温暖的阳光，慢节奏的生活，还有好客的越南人民，绝对是退休生活的理想选择。所以还在犹豫啥？越南已经摆好了小板凳等你来坐，赶紧收拾行李，体验属于你的慢生活吧。第2名，马来西亚。好了，终于轮到我们的亚军登场了。马来西亚，一个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香到流油的地方。这里就像一锅亚洲风味的大咖喱，什么好料都往里放，便宜的生活成本，顶级的医疗服务，还有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体验，真是个完美养老圣地。用省钱过上好生活，在马来西亚花钱简直像开了无限折扣卡，吃喝住行样样划算。路边摊上的椰浆饭、海南鸡饭、印度煎饼随便点，撑到扶墙也花不了几个钱，3美元就能吃一顿超满足的美食。带泳池、健身房的公寓，月租400到800美元搞定。如果住在小城市，价格还能再砍一半。地铁、公交、打车都不贵，油价低到你以为是在灌凉白开，真是用零钱就能走遍天下的节奏。这里的医疗条件直接拉满，尤其是私立医院，环境好，设备新，医生还都说英语，看病沟通零障碍。重点是价格非常良心，看个普通门诊也就15到30美元，还能享受贵宾级服务，性价比高的让人感动。马来西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文化，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度人还有土著文化汇成了一首多彩的生活交响曲。马来西亚有美食天堂的著称，辣的、甜的、酸的、咸的，每种口味都能吃到停不下来。节日派对更是多到不行，开斋节、屠妖节、春节，一年4季都在过节，热闹得不得了。语言更是无压力，这里的华人有3种语言是必修课，中文、英语、马来语都通行无阻，当然还有印度话、塔米尔语，连点菜都不用担心比手画脚。甚至广东话、闽南话、客家话、福建话、福州话、潮州话、海南话，还有一些本地土著的一些语言，这里统统会，简直是行走的翻译器。不管你喜欢城市的热闹还是大自然的宁静，这里全都能满足。吉隆坡的双子塔，购物狂的梦想地，巴生谷周边生活方便的一塌糊涂，自然爱好者的宝藏。爬山去京纳巴鲁，潜水去仙本那，想看热带雨林，东马一大把，全是绿油油的氧气罐。马来西亚对外籍退休人士真的太贴心了，尤其是他们的第2家园计划 MMRH， 只要你的退休金不是在马来西亚赚的，这里1分钱都不收，长期签证轻松搞定。MMRH 直接给你10年的长期居留权，还能带上家人一起住，超级方便。马来西亚你养老的完美配方，就像一杯拉茶，香甜又温暖，而且随时拉出新惊喜。在这里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高品质的生活，既有城市的现代化，也有自然的原生态，关键是还能天天吃好吃的。如果你退休后想过钱省心、生活美、天天爽的日子，那马来西亚绝对是你的首选。赶紧订张机票，体验一下这个养老圣地的香吧。第1名，泰国。终于登顶冠军的养老王者泰国闪亮登场，有人叫它微笑之国，也有人叫它退休天堂。但对我来说，泰国就是那个让人一边躺着吃芒果糯米饭，一边心满意足说生活太好了的地方。在泰国，钱的含金量直接爆表，每个月1000到1500美元就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。曼谷市区的高级公寓，带泳池健身房的那种，月租不过600美元。如果搬到清迈，价格直接腰斩。街边小摊一顿正宗泰式炒河粉才2-3美元，椰子水随手买就是解暑神器。想吃顿西餐，
顶级餐厅也不超过20美元。想要出行的话，不管是打车还是骑摩托车，价格都低到让你怀疑司机是不是在免费接送。泰国的医疗水平高到国际公认，曼谷的私立医院不仅设施先进，服务堪比5星级酒店，医生还都会说英语，完全不用担心语言不通。最重要的是价格很美丽，普通门诊看一次不过30到50美元，手术费用也比西方国家便宜好几倍。想享受豪华级体检，花个几百美元全面检查到牙齿。泰国的自然风光，一个字，绝了！泰国简直是大自然的宠儿，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景，它都能满足。想去沙滩海岛，它有普吉岛、苏梅岛、白沙碧海，怎么拍都像明信片。想去山水田园，它有清迈、拜县，一片片稻田和连绵山脉，空气里都透着诗意。想去热带雨林，它有在考爱国家公园和大象散步。来泰国就对了，泰国也是美食天堂，味觉的狂欢。泰国的美食不仅好吃，还便宜得令人感动。一碗冬阴功汤，酸辣爽口，直接唤醒味蕾。泰式青木瓜沙拉清爽解腻，吃一口就停不下来。芒果糯米饭甜到心坎，搭配一杯泰式奶茶，幸福感爆棚。泰国对退休人士的政策真的很宽松，退休签证、欧签证，50岁以上的外籍人士只要存够约25000美元的存款，或者月收入达到2000美元，就能轻松申请1年1签，想续签也很方便。海外收入只要不汇入泰国，就不用缴税，直接帮你省下一大笔钱。泰国人民的微笑不是白叫的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友好，让人觉得生活变得更温暖。再加上佛教文化的熏陶，这里的人特别包容，生活节奏也慢得刚刚好。你会发现日子过得越久越放松。总结一下，泰国就是那个让你花小钱过大日子的地方，有便宜又舒适的生活环境，有国际水准的医疗服务，还有美到窒息的风景和治愈的美食。无论是清迈的悠闲，曼谷的繁华，还是普吉岛的海风，泰国总能找到适合你退休的理想之地。退休就像人生的一场大冒险，而在泰国，这场冒险会变成一段梦幻般的旅程。还等什么呢？收拾行李，去感受微笑之国的奇妙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你的想法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